第1章，陨落的天才。斗之力3段。望着测验模式碑上面闪亮的甚至有些刺眼的5个大字，少年面无表情，唇角有着一抹自嘲，紧握的手掌因为大力而导致略微尖锐的指甲深深地刺进了掌心之中，带来一阵阵钻心的疼痛。萧炎，斗之力3段，级别低级。测验模式碑之旁，一位中年男子看了一眼碑上所显示出来的信息，语气漠然地将之公布了出来。中年男子话刚刚脱口，便是不出意外的在人头汹涌的广场上带起了一阵嘲讽的骚动。3段，嘿嘿，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天才这一年又是在原地踏步。唉，这废物真是把家族的脸都给丢光了。要不是族长是他的父亲，这种废物早就被驱赶出家族，任其自生自灭了，哪还有机会待在家族中白吃白喝。唉，昔年那名文武坦诚的天才少年，如今怎么落魄成这般模样了？谁知道呢？或许做了什么亏心事，惹得神灵降怒了吧？周围传来的不屑嘲笑以及惋惜轻叹，落在那如木桩待在原地的少年耳中，恍如一根根利刺狠狠地扎在心脏一般，让那少年呼吸微微急促。少年缓缓抬起头来，露出一张有些清秀的稚嫩脸庞，漆黑的眸子木然地在周围那些嘲讽的同龄人身上扫过，少年嘴角的自嘲似乎变得更加苦涩了。这些人都如此刻薄势利吗？或许是因为3年前他们曾经在自己面前露出过最谦卑的笑容，所以如今想要讨还回去吧。苦涩的一笑，萧炎落寞地转身，安静地回到了队伍的最后一排，孤单的身影与周围的世界有些格格不入。下一个，萧妹。听着测验人的喊声，一名少女快速的人群中跑出。少女刚刚出场，附近的议论声便是小了许多，一双双略微火热的目光牢牢地锁定着少女的脸颊。少女年龄不过14左右，虽然并算不上绝色，不过那张稚气未脱的小脸却是蕴含着淡淡的妩媚，清纯与妩媚矛盾的集合，让得她成功地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少女快步上前，小手轻车熟路地触摸着漆黑的魔石碑，然后缓缓闭上眼睛。在少女闭眼片刻之后，漆黑的魔石碑之上再次亮起了光芒。斗之气7段，萧妹，斗之气7段，级别高级。耶！听着测验员所喊出的成绩，少女脸颊扬起了得意的笑容。7段斗之气真了不起，按这进度恐怕顶多只需要3年时间，他就能称为一名真正的斗者了吧？不愧是家族中种子级别的人物啊！听着人群中传来的一阵阵羡慕声，少女脸颊上的笑容更是多了几分虚荣心，这是很多女孩都无法抗拒的诱惑。与平日里的几个姐妹互相笑谈着，萧妹的视线忽然地透过周围的人群，停在了人群外的那一道孤单身影上。皱眉思虑了瞬间，萧妹还是打消了过去的念头。现在的两人已经不在同一个阶层之上，以萧炎最近几年的表现，成年后顶多只能作为家族中的下层人员，而天赋优秀的他则将会成为家族重点培养的强者，前途可以说是不可限量。唉，莫名的轻叹了一口气，萧妹脑中忽然浮现出3年前那意气风发的少年，4岁练气，10岁拥有9段斗之气，11岁突破10段斗之气，成功凝聚斗之气旋，一跃成为家族100年之内最年轻的斗者。当初的少年自信而且潜力无可估量，不知让得多少少女对其春心荡漾，当然这也包括以前的萧妹。然而天才的道路貌似总是曲折的，3年之前，这名声望达到巅峰的天才少年却是突兀地接受到了有生以来最残酷的打击，不仅辛辛苦苦修炼10数载方才凝聚的斗之气旋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且体内的斗之气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诡异的越来越少。斗之气消失的直接结果便是导致其实力不断的后退，从天才的神坛一夜跌落到了连普通人都不如的地步。这种打击让的少年从此失魂落魄，天才之名也是逐渐的被不屑与嘲讽所替代。站得越高，摔得越狠，这次的跌落或许就再也没有爬起的机会。下一个，
萧轩儿！喧闹的人群中，测试员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随着这有些清雅的名字响起，人群忽然的安静了下来，所有的视线豁然转移。在众人视线汇聚之处，一位身着紫色衣裙的少女正淡雅的站立，平静的稚嫩俏脸并未因为众人的注目而改变分毫。少女清冷淡然的气质犹如青莲出战，小小年纪却已初具脱俗气质，难以想象日后若是长大，少女将会如何的倾国倾城。这名紫裙少女论其美貌与气质来，比先前的萧媚无疑还要更胜上几分，也难怪在场的众人都是这般动作。莲步微移，名为萧轩儿的少女行到魔石碑之前，小手伸出，镶着黑金丝的紫袖滑落而下，露出一截雪白娇嫩的皓腕，然后轻触着石碑，微微沉静，石碑之上刺眼的光芒再次绽放。斗之气9段，级别高级。望着石碑之上的字体，场中陷入了一阵寂静。竟然到9段了，真是恐怖。家族中年轻一辈的第一人，恐怕非轩儿小姐莫属了。寂静过后，周围的少年都是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眼神充满敬畏。斗之气，每位斗者的必经之路。初阶斗之气分1至10段，当体内斗之气到达10段之时，便能凝聚斗之气旋，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斗者。人群中，萧媚皱着浅眉，盯着石碑前的紫裙少女，脸颊上闪过一抹嫉妒。望着石碑上的信息，一旁的中年测验员漠然的脸庞上竟然也是罕见地露出了一丝笑意，对着少女略微躬声道：轩儿小姐，半年之后你应该便能凝聚斗气之旋，如果你成功的话，那么以14岁年龄成为一名真正的斗者，你是萧家100年内的第2人。是的，第2人，那位第一人便是褪去了天才光环的萧炎。谢谢。少女微微点了点头，平淡的小脸并未因为她的夸奖而出现喜悦，安静地回转过身，然后在众人炽热的注目中，缓缓地行到了人群最后面的那颓废少年面前。萧炎哥哥。在经过少年身旁时，少女顿下了脚步，对着萧炎恭敬地弯了弯腰，美丽的俏脸上居然露出了让周围少女为之嫉妒的清雅笑容。我现在还有资格让你怎么叫吗？望着面前这颗已经成长为家族中最璀璨的明珠，萧炎苦涩的道，他是在自己落魄后极为少数还对自己依旧保持着尊敬的人。萧炎哥哥，以前你曾经与轩儿说过，要能放下才能拿起，提放自如，是自在人。萧轩儿微笑着柔声道，略微稚嫩的嗓音却是暖人心肺。呵呵，自在人，我也只会说而已。你看我现在的模样，像自在人吗？而且，这世界本来就不属于我。萧炎自嘲的一笑，意兴阑珊的道。面对着萧炎的颓废，萧轩儿纤细的眉毛微微皱了皱，认真的道：萧炎哥哥，虽然并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轩儿相信你会重新站起来，取回属于你的荣耀与尊严。话到此处，微顿了顿，少女白皙的俏脸头一次露出淡淡的绯红。当年的萧炎哥哥的确很吸引人。呵呵，面对着少女毫不掩饰的坦率话语，少年尴尬的笑了一声，可却未再说什么。人不风流枉少年，可现在的他实在没这资格与心情，落寞的回转过身，对着广场之外缓缓行去。站在原地望着少年那恍如与世隔绝的孤独背影，萧轩儿踌躇了一会，然后在身后一干嫉妒的狼嚎声中快步追了上去，与少年并肩而行。